嗨，亲爱的家长伙伴们，你好吗？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成长性思维家庭实践这个小单元。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我觉得非常神奇也非常有力量的话题。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像一个超人一样，它拥有不断成长的能力哦。我知道，上个月可能很多家庭都跟我们一起完成了那件很重要的事，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贴上了属于你们家的成长性思维宣言。但我们心里也明白，对不对？当孩子真的碰到钉子，卡在一个很难的题目上时，那个小小的、很挫折的声音，我天生就不是学这个的料啦，是不是还是会悄悄地跑出来呢？光是贴标语、喊口号，有时候力量还是不太够。所以这个月，我想邀请我们一起为自己和孩子找到一个最坚实的科学后盾。在这段分享里，你会收到3个很棒的礼物：一个给你信心的科学信念，一个在生活中可以马上用的实用工具，还有一个这个月可以立刻开始的行动任务。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为孩子的大脑按下那个成长的启动键吧。好的，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礼物开始。这个礼物叫做科学的信念，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打从心底相信，而且是用很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我们的努力是真的可以带来改变的。你知道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里面，都有几十亿个非常微小的，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小小的建筑师，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神经元。当我们在思考、学习，甚至是犯错的时候，这些小小的建筑之间就会开始发送讯号，然后建立起新的连接。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当我们在学习那些已经很熟、很简单的事情时，神经元就像是走在一条早就铺好的水泥康庄大道上，跑起来又快又稳。可是呢，当你碰到一个全新的挑战，比方说一个完全没学过的数学概念，这个时候神经元就必须在我们的大脑里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崎岖山路。这个过程一开始当然会很慢、很辛苦，对不对？但这就是学习新东西的时候，我们大脑里面正在发生的最真实的状况。走山路嘛，很辛苦，不小心跌倒了也是很正常的，对吗？其实我们在第1个月的宣言里就有提到，错误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句话真的不只是一句口号哦，它是有科学根据的。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就发现，当你犯错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触发一种很特别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你答对的时候是完全不会出现的。这就证明了，对一个有成长性思维的人来说，每一次的犯错恰好就是大脑启动超强成长模式的那个关键时刻。所以我们可以教孩子记住这句很酷的话：神经元只要常常一起启动，就会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你每一次的努力，每一次的尝试，其实都是在把那条颠簸的山路一点一点、一滴一滴地铺成一条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好，那现在我们心里有这个科学的信念给我们当靠山了，我们就能更有信心地去面对孩子在生活中的挑战了。那具体上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现在就让我们来拆开第2个礼物，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当我们看到孩子开始沮丧、想放弃的时候，我们家长的新角色不是去讲道理、去说教，而是要像一个温柔的向导一样，轻轻地帮助他，快速地把大脑切换到成长模式。这边为我们整理了孩子最常出现的3种定型心态，还有我们可以用来引导他们的温柔话语。比方说，当孩子说“我真的不是这块料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温柔地引导他。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定型心态哟，你愿不愿意跟妈咪一起试试看，开启一个新的神经元连结呢？慢慢地帮助他把想法转变成我只是还没学会而已。那如果孩子说这个太难了啦，我不要了，我们可以说，听起来你的情绪中心好像在拉警报哦，没关系，我们让理性的决策中心来帮忙好不好？然后引导他说，我可以把它拆成一小步一小步来做。最后，当孩子很执着，我不管，我就是要考100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醒他，宝贝，100分代表的是你已经会的知识，那你这次有没有试试看用新的方法去建立新的连结呢？让他慢慢学会说，我更看重的是过程，还有我用了什么策略。所以你看，当你听到孩子说出这些定型心态的话时，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很温柔的暗号。这个暗号在提醒孩子，也提醒我们，嘿，你的大脑现在是休息模式哦，
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切换到成长模式了哦。这正是我们练习放手与信任最好的时刻，引导孩子慢慢学会为自己的学习负起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咯，这个月的行动指令。我们这个月的任务啊，其实很简单，很专注，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家里的心态雷达。我们要做的就是仔细的聆听，当你捕捉到那些定情心态的句子的时候，就温柔的又很有耐心的陪着孩子练习我们刚刚学到的3句话转换法。请一定要记得，真正的成长，它从来都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它是一段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练习，还有温暖的亲子连结才能走完的旅程。改变需要时间，而在这条坚持的路上，我们都需要有伙伴。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份结合了科学和实用方法的分享对你的家庭有帮助的话，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并且帮我们开启小铃铛，这样我们就能在这条路上继续陪伴彼此，一起走下去。在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很温柔的问题，让你带回去想一想，这个星期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自己还有你孩子的神经元继续不断的连结呢？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个月见喽。